Hello， 大家好，又是一年一度的618购机推荐。那么视频间的小伙伴最近有换机打算吗？可以走一波弹幕。今年的手机市场无论是终端机还是旗舰机，好产品比去年呢是多了很多。一方面是手机市场整体出货呢依然是下滑趋势，存量市场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你多卖一台，我就少卖一台，各家为了抢夺市场份额，可以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到了这个时间节点，价格水分应该是挤掉了许多。另外呢，就是今年无论是终端机还是旗舰机，芯片呢都比较出色。安卓旗舰的核心体终于是站起来了。那么各个价位段有哪些机型更值得推荐呢？一起来看下视频吧。当然，没有时间看完的小伙伴也可以先点一波收藏，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看看有没有适合自己的机型。今年终端机、旗舰机竞争激烈，但是1000出头的机型上，相比去年来说，其实产品配置呢变化并不大。这里主要推荐3款。第一款呢是荣耀 X40，千元级别，有星环造型，有1080p 的120赫兹 OLED 的曲面屏，主打的一个就是高端设计、大众化。5100毫安时加40瓦，满足日常的续航快充。缺点呢是骁龙695只有2个大核，性能较弱。外围规格上没有红外 NFC， 也没有耳机孔。其他方面呢也不要有啥期待，适合要求不高的长辈用机。618期间的价格8加128GB在1250到1300元左右。第二款呢是爱酷 Z7，5000毫安时电池加120瓦快充，处理器呢是骁龙782G算是千元价位比较合理的性能表现另外 NFC 红外耳机孔呢都有，外围规格呢比较水桶，缺点呢是屏幕没有16层需要贴钢化膜使用。8加128GB，推荐入手价格呢在1350元左右。第三款呢是 Note 11T Pro， 目前为数不多的高素质 LCD 屏机型，天玑8100在1500元以内，性能属于是嘎嘎乱杀。5080毫安时电池加67瓦快充，整体的外围规格比前面2款呢要更高。8加128GB，推荐入手价格呢在1450元左右。如果说你是打算买来自己用作为主力机那么我还是更推荐这个价位的机型，主要呢有2款，分别是 Note 12T 和 GT Neo 5 SE。2款手机均采用的是新一代真香 SoC 骁龙7加镜无论是游戏还是日常的流畅度，综合使用体验呢会比天玑8100呢有不少提升。另外，双扬声器、NFC、红外、入门级的 XO 线性马达也都标配。2台机子的优缺点，我们在之前的评测视频里已经有详细介绍。真我呢，快充兼顾大电池，屏幕显示精细度更高，但是机身质感较差，高负载游戏优化呢不如 Note 12T， 售后网点呢也要更少些。Note 12T 呢，屏幕调光更加护眼，没有大塑料支架，质感呢更好但是用的是单屏 GPS，67瓦充电速度呢是残血，这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暂停对比。2000到3000价位段基本就是骁龙8加机型的主场了。今年 K60 在面对绿厂2兄弟时，产品力呢确实是力不从心，汉门院的门是直接被扳走了，但是没有不香的产品，只有不香的价格。618期间12加256GB已经从首发的2999元干到了2199元。到了这个价格，优点呢就很明显了，同价位素质出色的2K 高刷屏，兼顾护眼，5500毫安时电池，配合骁龙8加续航不错，还支持30瓦无线充电。缺点呢是质感不太行，单屏 GPS， 拍照相对较弱。1加 A12 的综合表现要更加全面水桶，相对 K60 来说呢，整体质感要好一档。MX890 加光学防抖，主摄拍照明显更好。另外100瓦的快充速度领先许多。原神高负载游戏的表现呢也要更强缺点呢是屏幕素质并不统一。我们之前买过2台，一台呢可视角度不错，另外一台呢则是和 GT Neo 5差不多，倾斜之后呢容易偏绿。相比 K60 的大降价 ，A12 的全面水桶 ，GT Neo 512加256GB 的价格，说实话呢现在有点不上不下除了快充速度，并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优势了。当然，如果你想在这个价位上购买一台高存储容量版本的话比如说16加512GB， 那么它的价格依然要比 A12 呢便宜许多。最新发布的爱酷 Neo 8标准版我们还没有测试，但一般来说，爱酷 Neo 系列有旗舰的算法下放，拍照在终端机里面还是比较稳的用的是骁龙8加降频版，120瓦快充加5000毫安时电池，红外 NFC、XO 线性马达呢也都有。不过这个机子和 K60 一样，都是单屏 GPS 屏幕呢也都有大塑料支架。另外存储加价幅度相对比较高，256GB 到512GB， 差价300元如果购买的话，12加256更值得推荐。3000以上档位基本就是8金或者说天玑9000这些旗舰平台的机型了。体验上来说，今年8金机型基本都不错，拍照方面呢会比3000以内机型要更好比如说给到了2倍长焦，超广角呢也给到了自动夜景算法等等。如果说你平时比较喜欢玩游戏，那么爱酷11呢还是不错的。2K 16 144赫兹双压感屏、双马达，还有5000毫安时电池加120瓦快充。相机方面呢不算强，但也过得去。缺点呢是屏幕依然有大塑料支架，质感一般，指纹呢是短焦指纹。如果说你喜欢拍照，那么这个价位 X90 还是拍照标杆，尤其是自拍表现，后置2倍人像独一档。
手感轻薄，质感出色。X90上的天玑有枪，大多数场景流畅度表现不错，但是高复杂游戏优化呢差点意思啊，比如说原神这种。4800毫安时电池加120瓦快充，续航表现呢还不错，就是这块 1.5K 屏可视角度呢相对弱了些，低亮度下也会有些麻布感。另外指纹依然是短焦指纹。3500档位最水桶的机型应该就是1+11了，直接给了安卓阵营最强马达啊！拍照方面主场馆散射表现呢也都不错，骁龙8镜啊加100瓦快充5000毫安时电池，手感和质感方面丝毫不怂5000价位的机型，甚至还是超薄屏下指纹。最大的槽点呢是这块 2K E4 屏幕是全亮度低频 PWM 调光，对于频闪敏感的用户来说建议避坑。另外 E4 同亮度下功耗呢会比 E6 更高，续航表现一般。要说今年价格最坚挺的机型有哪些？我觉得小米13标准版肯定算是其中一个。这个机子也是整个13系列中最受欢迎了。正面4边超窄边框，颜值不错，单手隐隐可握啊。虽然说尺寸小，但是性能不含糊啊，续航呢也挺强。高复杂游戏原神可以说是 KO 了大多数大杯机型，是一台性能小钢炮。缺点呢自然也有，比如说3倍长焦素质一般，0809马达不太行。但是这个3维尺寸加这个配置规格，安卓阵营这边呢确实没啥竞品。12加256GB，推荐入手价格呢在4000到4200元左右。P60可以说是华为难得的良心标准版，不但有 Pro 同款主摄，还给了5倍潜望长焦，调度积极的8+，配合鸿蒙3.1加120赫兹全局高刷，流畅度很顶，也算是今年难得的轻薄影像旗舰。当然，缺点呢也非常突出，最高呢只有8GB 内存啊，只支持4G 网络。如果要买的话，大家还是要结合当地的网络情况来进行选择啊。如果说你是华为生态用户，或者说我就想买台华为旗舰，那么 P60呢确实是目前华为机型里面最值得购买的机型。线下或者说第三方渠道8+128GB，价格呢在4200到4300左右。iQOO11 Pro 这个机子刚发布的时候啊，存在感不高，毕竟除了处理器和上一代10 Pro 呢没啥区别。不过618降价之后，配置呢还是相当水桶的，整体颜值设计还不错，没有标准版的廉价感。200瓦有线加大面积超声波屏下指纹，光这2点就挺有卖点。还有8晶MX866主摄，缺点呢是长焦相比以前开倒车，4700毫安时双电芯加2K 屏，续航表现呢一般。12加256GB，推荐入手价格呢在4500元左右。今年各家国产旗舰大杯或者说超大杯都挺猛，可以说是要啥有啥。当然，不同品牌机型的侧重点可能会略有不同，这里主要推荐4款。Magic 5 Pro 是荣耀独立以来综合表现最强的一款了，5450毫安时电池，续航挺猛，屏幕显示效果和护眼呢也是第一梯队水平，还有3D 人脸解锁。对于华为老用户来说，云空间的数据备份也能在荣耀机身上继续用，多屏协同和华为分享也能够兼容。如果说你比较介意 P60 没有5G，或者说玩游戏发热不太行，那么 Magic 5 Pro 这些方面的表现呢都不错。当然，同价位来看，影像表现还是要弱些的，尤其是长焦的表现。另外呢，就是镜头模组设计比较丑，大尺寸机身，短焦指纹呢也挺难用。推荐线下或者说第三方渠道，12加256GB，价格呢在5000元左右。作为发布最早的8镜影像旗舰，X90 Pro 加截止到目前为止，各方面的表现依然挺强啊，比如说超声波屏下指纹，相对出色的握持手感。最大的优点还是拍照方面 ，IMX989主摄加2倍人像加3.5倍潜望长焦，焦段覆盖很全。蔡司镀膜在控制眩光鬼影方面也是天花板级别啊，目前还 OT 了新的色彩模式，不管是浓艳风格还是更有逼格的影调都有。缺点呢，主要还是得看你对 Orange OS 的接受程度啊，可能部分用户还是会觉得有点花里胡哨，系统部分的操作逻辑呢也不太符合主流习惯。4800毫安时双电芯电池加2K 屏，续航表现一般。到了6000价位，基本就是泛了 X6 Pro 和小米13 Ultra 这2款机型了。X6 Pro 相比13 Ultra 最核心的优势呢，就是日常使用握持手感不会有明显的不适。这块屏幕也是今年这波 2K 1.6中表现最顶的，可视角度、调光、亮度方面表现都要更好。100瓦快充速度同价位标杆。相机方面呢，主场广3摄都是大底，综合拍照表现挺强，但是部分场景有待加强，比如说长焦在高倍率下的算法不太行，主摄部分场景算法有待提升。另外，屏下指纹目前呢依然不支持息屏解锁。小米13 Ultra 相对于上一代呢，加入了3.2倍长焦，结合优秀的2倍裁切画质以及5倍长焦，可以说是目前焦段覆盖最广的机型了。拍摄体验方面，对焦快，成像快，日常扫街人文，影调风格呢非常讨喜。遗憾的是长焦不支持微距模式。新的 2K 国产屏相比12S Ultra 更加护眼，同时呢自动亮度也要更好用些。但13 Ultra 确实更像是影像特化机啊，背部曲面凸起加上局部垂直中框，头重脚轻明显。日常使用的话，手感是比较差的。另外，新的90瓦快充，实际充电速度和泛的 X6 Pro 100瓦差距比较明显。S23 Ultra 不负跳水星之名，12加256GB，国行目前部分店铺渠道价格已经从9699元跳水到了7000元左右。
对比国产机件，三星在质感层面还是拿捏得死死的。不但背面设计简约，正面的屏占比呢也非常给力，微曲面设计也比大曲率呢更加好用。独一档的10倍潜望，对于追星或者是户外望远非常实用。缺点呢也很突出，网友爱适合会折腾的人群啊，普通用户想要弄明白，还需要很长的说明书要看。全亮度低频 PWM 调光，频闪比较明显。另外，充电最高依然是45瓦。iPhone 14 Pro 系列是挤牙膏的一代，跳水幅度呢也挺大。如果说你能接受 Max 的手感，那么还是首推14 Pro Max， 因为这玩意的充电速度和 Pro 差不多，但是续航呢要强很多，日常使用大屏体验呢也要更好些。256GB 推荐入手价格呢在7800元左右。缺点嘛还是苹果老生常谈的那些问题，充电慢、手感差、返回难用、拍照鬼影、眩光等等。当然，如果你日常会经常需要用到视频录制，那么 iPhone 的视频拍摄画面稳定性放在2023年依然是扛把子。A16 配合 iOS 丝滑细腻的动画，流畅使用3年的无压力。14 Pro 目前256GB， 价格呢在6500元左右，相比 Pro Max 少了一个续航强的优势，主打的还是一个小巧精致，录像能力呢也是比较顶尖。对于不差钱的用户来讲，等4个月后的15 Pro 肯定是更好的选择啦。OK， 那么以上就是2023年618的购机推荐了。今年来说，市面上的好机好价要比去年的618是多很多。大部分机型推荐都结合了我们之前的评测数据以及实际体验。视频中我们也是着重罗列了这些机型的优缺点，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实际需求来进行选择。毕竟人无完人，机无完机，选择适合你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果大家有其他好机好价，也可以在评论区分享讨论。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点赞、收藏、加关注，这是我们坚持自费购机做评测的最大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拜了个拜。